就算偶尔留下一丝眷恋，别让曾犯下的罪，把所有心碎给白费。打开你的枷锁，你的堡垒，化成片片的落叶，伴随着风一切火焰。妈离开了，我很难过，我不想去接受这个事实，所以我才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你身上。爸，对不起。我真的很想留下来，不管未来是什么样的，我想等那一场不知道会在哪里出现的爱情，和那一个不知道会在哪里出现的人。有些事情发生了，不管怎么选择都是错的。反正不管怎么选，都一定会有遗憾，就是。别让往事和胆怯成为你身上的累赘，人生每个路口都是考验，我们化作了蝴蝶，写下方位，穿过那片云烟。你走了之后，他醒来过一次，你给他吃小米粥了吗？他吃了半碗，现在回去睡了。半夜再给他量一次体温。嗯，你注意一点，孩子很容易在半夜病情加重的。今晚你别睡觉了，守在他身边。你很啰嗦哎。宝宝，回来了，去哪里来了？不然人生病了，我刚刚去看他。那现在怎么样了？他吃了我煮的爱心小米粥，肯定好。可是 Brian 真的好可怜啊，生病了，妈妈还不在身边。放心吧，有丽文看着他。可是爸爸再好，也不是妈妈；妈妈再好，也不是爸爸。两个人之间的问题，真的不应该让小孩子来承担后果，这对孩子来说实在是太不公平了。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。两个人在一起，谁也不会料到会演变成现在的局面。所以大人才要负起责任啊！家庭环境对一个孩子来说真的很重要。如果有得选的话，谁也不会想要这样的结局吧？哎，Fishman 的海鲜送来了，你有点吗？点了，厨房那些调味料哎，你有订了吗？定啦。对啊，我等一下要回去看 Brian， 之前跟那个瓦斯公司的 appointment 帮我取消。全都搞定了啦。平时不提你根本不会动，今天为什么这么有效率？因为我有小助理啊，你看。不要欺负人家。我没有欺负人家，是他自己抢着要做的。你是不是偷偷给他加薪啊？你对得起我吗？人家在那边工作，你在这里玩手机，还敢说加薪？开工啊！是的，老板。好了， OK 了，我先走了。明天8点迟到了。懂了，拜拜。我也先走。阿棒，我帮学点东西。好啊。Brian 他还好吗？普通发烧而已，没什么的。
一个人照顾小孩很不容易吧？现在已经很好了。Brian 刚出生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才辛苦，我什么经验都没有，而且那个 Brian 超级爱哭的，从早哭到晚。有时候啊，我就是一边抱一边哄，一边抱一边哄，几个晚上都没得睡。那个时候才辛苦。可是小孩一转眼就长大了吧？真的。哎，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没什么啊。没什么。只是在想，人生啊，好像有些事情发生了，不管怎么选择都是错的。你是不是觉得不管怎么选，手上拿着的都是烂苹果？你也会这样？这个我很有经验。当初就考虑到底该不该结婚，事情发生之后又纠结到底该不该离婚。当初创业的时候，我就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开店。后来生意不好的时候，我又纠结到底要不要结束营业。那个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很烦，而且我很担心，如果我做错决定，是不是真的就没有办法回头？不过后来我发现，其实根本不用那么纠结，反正本来就没有所谓的正确选择。反正不管怎么选，都一定会有遗憾就是了。应该说是，不管你怎么选，你都不会什么都有，但是你也不会什么都没有。我听阿邦说你喜欢素描，所以我在网上订了这个素描本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我本来就想买这本书，谢谢你。我姐真的没有选错男朋友。对了，你姐呢？哦，她没回来。你要我打电话给她吗？不必了，那我先走。Dorme, neném, com seu sorriso em paz, essa canção que faz sonhar. As estrelas brilhando, o sono chegando, pode viajar no ar. Mamãe está pertinho de você, cantando, lhe fazendo adormecer, ninando e balançando nos seus braços, olhando o soninho do bebê. Mamãe está pertinho de você, cantando, lhe fazendo adormecer, ninando e balançando nos seus braços, meu bebê.哎，你来干嘛？我不是来找你的。哎呀 ，Brian， 你有没有想我啊？今天带了什么？看，噔噔，这是什么？这叫小飞盘，来，看一下哈。一，挥，咻，哇哦，怎么样？飞那么要不要试一下 Brian？这个好玩。哎，你开。哇哦！哇！好高哎！到！一、二、三，哎！这个不行。哎，我不行。再来一次啊！哎，等，我们比赛。好，来，快！等我。OK， 看谁比较高，看谁比较久。一、二、三。干嘛？哇！还要。
来，给我。不然你看那边。我不想玩这个，不好意思，下去。1、2、3，哇 ，Brian， 看来你已经恢复了。我们要不要一起出去玩？好，走。Hello。等我！哎，等我一下！快点！能不能行啊？你好，真的是，我好不容易放假而且还有人陪我玩。这里是给小孩子玩的，而且我觉得你比Brian更爱玩。那又怎么样？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而且。你该玩的时候就要好好的玩，你该笑的时候就要好好的笑啊！哎呀，突然想起来，我妈带我弟弟离开杭州的那一年，我就像 Brian 这么大。我妈妈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奶奶家，她跟我说，等过完年就会回来带我离开。于是每年春节一大早。我都会收拾好行李，在门口等着妈妈来接我。可是等了1年又1年，她都没有来接我。等来的只是她打过来的那通问候电话。我奶奶重男轻女。在家里从来没有给过我好脸色看，所以我只能努力的做一个懂事、讨人喜欢、听话的孩子，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。我妈常说，我弟弟是她的希望，我是她的依靠。我是妈妈唯一的女儿，妈妈不是不爱我。只是，总会有比我更重要的人，好比我弟弟，好比他自己。所以我看见 Brian， 就会想起我小的时候，我不想让他失望。你过来！哎，我来了！哎呀，等我一下！哇！哎呀，我玩什么？哦，哎，等我，我哎呀！Brian， 你晚上要吃什么？我想吃炸鸡。刚刚病好，是不是不应该吃油炸的东西啊？哎呀 ，Brian 这几天都没有胃口，难得他现在突然有了食欲，我们就顺着他的意，当做奖励，他一直都这么听话啊。好吧，听他的，晚上吃炸鸡。耶！哎，那我跟Brian去买炸鸡就好了，上去等我们就。哦，好。哎，我帮你拿了。好。啊，了解。吃炸鸡。哎，你真的回来了？哦 ，Brian 跟他爸爸去买晚餐，刚走没多久，我现在把他们叫回来。不要，我不想见到他们。
为什么？那天匆匆忙忙的把 Brian 交给你，什么都没有准备。这里有一些他的衣服，还有他喜欢的玩具。你把这个给我干什么？我后天就走了。难道你真的要丢下 Brian？ 我只是暂时把 Brian 交给丽文照顾。可是 Brian 要的是妈妈，他这2天特别想你，前2天还生病了呢。我真的暂时不能带着他。你把孩子当什么？你是 Brian 的妈妈，你怎么可以就这样丢下孩子啊？对，我是 Brian 的妈妈，但我也是一个女人。这些年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在身边，我也很辛苦，我也有自己的生活要过的。那 Brian 呢 ？Brian 怎么办？对我来说，Brian 现在是一个负担，但他还有丽文。就算丽文不是他的爸爸，但丽文还是很疼爱他。我好不容易才遇到一个爱我的男人，难道我就不能追求自己的幸福吗？丽文。Brian， 是要追求你的幸福。从今天开始，Brian跟我。刚才他说 ，Brian 和你不是。Brian 大概4岁的时候，我跟美玲的婚姻出了问题。那个时候，美玲才告诉我 ，Brian 不是我的儿子。可是我跟 Brian， 我们已经相处了那么久。说真的，有没有血缘关系已经不重要。在我心里，他就是我儿子，我就是他爸。不过美英那个时候坚持要把他带走。那 Brian 不知道你？我们没有告诉他，怕他接受不了。那你以后想怎么办？没有怎么办？反正 Brian 就是跟着我，我不会再让他受到伤害。还没睡啊？不是说要我给妈咪一点时间吗？为什么妈咪还是不要我？Brian 啊，你知道小孩子都会做错事的呀。其实大人也会做错事。爸爸跟妈咪，我们都是第一次当父母，有很多地方我们都做不好，而且有时候还会伤害到你。
但是你要记得，爸爸跟妈咪都很爱。真的吗？爹地有没有骗过你啊？你可不可以原谅妈咪？这段时间，本来可能没有办法跟妈咪一起住，那Brian就跟爸爸一起住，好吗？那我以后还可以叫你爸爸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我永远都是你的爸爸。姐，你的老板真的很 man 呢，很赞对吧？你看你隔壁那个人那张脸，你是在默认人家是好人了吗？我承认我之前是对他有一些误会，但这不能怪我呀，谁让他长成那样？而且他之前还对我怎样？对你怎样？他对我很没有礼貌。哦，哎呀，但是话说回来，我真的很搞不懂那个美玲啊，为什么结了婚还要3心2意的去寻找自己所谓的幸福呢？难道结了婚，如果发现自己不再爱对方，还需要逼自己维持这段婚姻吗？那你知道婚姻是什么吗？就是2个相爱的人永远在一起。虽然我没结过婚，我也不知道理想的婚姻长什么样，但是我见过失败的婚姻，就像我爸和我妈。我觉得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只爱另一个人，所以结了婚就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。婚姻是一种克制和责任。可是，如果结婚之后才遇上自己更喜欢的人呢？茫茫人海，你总会遇到更合适的人啊。所以婚姻就是约束，约束自己，而不是约束别人。你就是要对自己的婚姻负责，对当初的自己负责。好，那你这么说，谁还要结婚啊？我呀，还有你姐。我觉得理想的婚姻不仅要有爱，还要有肝胆相照的义气，不离不弃的默契和刻骨铭心的恩情。婚姻不是一时的浪漫，不是你出了问题我就可以丢下你不管，而且一个人的幸福不仅仅是建立在爱情上面，还有亲情、工作、友情等等等等。阿棒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各位都非常棒。经过这几天跟大家练舞之后呢，我发现大家各有所长，跟你们跳舞的感觉很像，同一时间在跟你们恋爱一样。不过很可惜，我不能分身，不能满足你们每一个人，只能在你们当中选出1位，成为我当晚的舞伴。Megan， 明天开始跟我一起练习，请多指教。老师，Megan是新来的，为什么是他？对啊，我们全都比他 senior， 也比他更努力，不公平。对啊，不公平。好啦，我知道没选你们作为我的舞伴，你们会觉得非常的失望。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，这是经过我深思熟虑的决定。我还是觉得 Megan 是最适合人选。你有那么多学生不选，你选我干嘛？让你跟我一起跳舞，在台上发光发热，不好吗？我怕我还没发光发热，他们就先发火了。看到他们的眼神没有？换人吧。哎呀，没事啦，你战斗力那么强，知道怎么应付他们呢？这也是我选你的其中一个原因啊。不是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原因。
那就是可以减少一定的风险。我告诉你为什么。之前我选的舞伴跟我一起练舞的时候，由于太过的投入，就会全心全意的爱上我。那对方那么主动，我又不好意思回绝，这样爱来爱去，最后演出都没有演出，都遍体鳞伤了。所以选你就不会发生以上类似问题啊。因为你知道我绝对不会爱上你。错，因为你不是我喜欢那杯茶，选你当我的舞伴，安全。有事吗？大家所立下的规矩，看来你是都忘记了。什么规矩啊？平时假惺惺装作不喜欢建明，原来背地里瞒着我们做出偷鸡摸狗的事。我做什么偷鸡摸狗的事了？照片都有了，你还想抵赖？你们怎么可以偷拍？这是犯法的啊。现在知法犯法的人是你。你要是什么都没做，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当上老师的舞伴？你以为你靠的是自己的实力吗？我从30岁学跳舞，学到40岁。我从80公斤跳到60公斤。我们这里哪里有一个不比你强？你凭什么一来就插队？是啊，是喽。你们冷静一点好不好？大家都是女人嘛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？我们真的没有必要为了一个男人争破头。他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好。你以为你这样讲建明老师，我们就会相信你吗？对啊，不准你诋毁建明老师。说真的，你们不觉得他每天这样嬉皮笑脸很轻佻吗？那是风趣可爱。那他每天都拿手机自拍，不觉得他很自恋吗？那是一种自爱的表现。我们对建明老师至死不渝，你不要想理解我们。他还有一个缺点呢。建明老师哪有缺点？对啊，他穷，而且啊，不是普通的穷。建明老师，你在找什么？哎，你们来的刚好，帮我移下沙发，来，1、2、3。哎，好了好了。谢谢啊，待会见。2、3、4。2、3、4。2、3、4。2、3、4。2、3、4。编我自己来。2、3、4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，我们明天见，明天见。哎 ，Karen， 等等。他们居然一个人都没有来我今天的 pose。哎，这张照片不帅吗？他们居然一个人都没有来，好奇怪哦！他们今天哪里得罪他们的？喂，你笑什么？我没有笑啊。是不是你？关我什么事啊？说不定是人家突然间醒了，看清楚你的为人呢。不可能，平时对我那么热情，今天突然那么冷漠，搞得我有点不习惯。
其实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少一点狂风浪蝶，舞蹈室也可以清静一点，大家都可以专心练舞。一定是这张照片不够好看，帮我拍多一张。来，要有感觉的。你从这边拍，这边比较好。对，好，数1、2、3啊。哎，哎。老板，请问我的车好了没有？好，那你再通知我。谢谢。美根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刚好送一个乘客过来啊。你要去哪里？我送你过去吧。你今天没开车吗？车坏了，拿去修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没有，天气热吧。这张照片我最喜欢了。你小时候真的很可爱。怎么长大了很令人讨厌啊？我可不敢这么说。对了，你刚才去那里做什么？我在学国标舞。你学跳舞？反正现在没有上班嘛，打发时间。你妈要是知道你在学跳舞，她一定很开心。她一直说你很有天赋，不继续跳舞真的很可惜。都那么多年没有跳了，现在回去学真有点吃力。不会啦，你小时候学过跳舞，总有个底的。你可以的，我对你有信心。吃饭了吗？还没有的话，一起吃吧。好啊，想吃什么去哪里吃啊？哇，你是多久没有收拾啊？哦，最近比较忙，没有时间收拾。平时不是这样的。他没有来啊？淑珍已经很久没来我家了。为什么？吵架？哎呀，女人都是这样的啦，没事找事，过一阵子她就气消了。因为我？不是啦，是我没事了，很讨厌啦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我先把菜拿去洗了。晚餐我来做吧。你？嗯。不过家里那么乱，怎么吃饭？先收一收吧。哎，我来。哇，买了那么多材料，你就只准备了煎蛋、炒蛋和蒸蛋，亏你想得到。不愧是我女儿啊！我也觉得我自己很有创意。哼，是很有创意，就都是单。吃饭。难吃啊？也不会啦。你最近都一个人啊？一个人的生活怎么过？放心，你爸我还不至于老到不会照顾自己。我现在自己一个人生活挺好啦，我爱吃就吃，爱睡就睡，落得清静。那以后怎么办？我老了还有你啊，我计划好了，等你结婚生了孩子呢，我就帮你看孩子，当你的免费保姆和司机。
你要是以后还那么邋遢的话，我会嫌弃你的。嫌弃我？你小时候我帮你把屎把尿都从来没嫌脏啊！哎呦啊，你这些食物这么难吃，我都没嫌呐。你看，那么难吃。还真的挺难吃的。你化疗过后，身体有没有副作用？医生说我的癌指数下降了。好消息。癌症有时候就像气象报告一样，反反复复，你永远没办法捉摸它的定向的。你呢？我很好啊。癌症病人典型的谎言，目的不过是希望身边的人不要担心，或者是隐藏自己心里的恐惧。真的什么都瞒不过你，果然是学长。所以你到底是哪一个啊？我最近见了我爸，开始在想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走了，他一个人怎么办？这8年以来，你有想过要放弃吗？不止一次啊。但只要想起了我爸和我妈，我就会告诉我自己，再坚持一天，然后一天又一天，就撑到了今天。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医生在找你呢，还不赶快过去？我现在就过去。白婷，想去的地方都已经去了，多亏你带我去那么多网上找不到的旅游景点，比如说你爸妈的肉骨茶店。接下来你还想去哪里啊？接下来，我想要把目标锁定泰国、缅甸、中国和欧洲。我其中一个人生目标就是环游世界。真的很羡慕你，可以说走就走。你可以啊。我的癌症还没好，我妈又不放心我一个人出远门，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那能耐。你好了以后，你可以去的，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。来，我现在就带你去环游世界。意大利披萨、日本寿司、韩国泡菜、重庆辣子鸡、泰国鱼饼和春卷，把这些都吃了，就等于玩遍全世界。反正我觉得旅行最重要的就是吃吃喝喝。哇，这种办法你也想得到？对呀，但是不够，闭眼睛。干什么？我叫你闭就闭了。啊！不准看啊！接下来我要你每吃一口美食，就想象你在哪里啊！现在你在东京，你有看到富士山吗？天气是不是很冷？哦，真的很冷啊！富士山是不是很雄伟？只可惜啊，今天的雾好像特别的大，我暂时还没看见山顶啊。没关系，下一站。哦，是什么啊？Buenos Aires。我现在在罗马，我看见了圣家堂啊。
宋家堂在西班牙啦，拜托。不好意思，我的地理本来就不好嘛。来，下一个。啊。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萨瓦迪卡。曼谷是不是很热闹？我们可以疯狂的购物。长嘎坤。这句话不可以乱说啦。可是我经常看泰国连续剧啊，男主角对女主角说这句话。下一个是什么？下一个是等一下啊，下一个是泰国泼水节，你开心吗？你干嘛？哇，你把爸爸画的那么帅啊！不可以欺骗老师哦，小朋友不能撒谎。可不可以不要教坏我儿子啊？我是在培养他正确的审美眼光。天天跟你在一起，我怕他这方面会有偏差。哎，你整天逼他叫你美女姐姐，我才担心他美丑不分。喂，是不是妈咪找我？妈咪，我好想你。妈咪也很想你。这几天妈咪不在你的身边，你有没有捣蛋？我一直都很乖，不信你可以问爸爸。妈咪相信你 ，Brian 是个乖孩子。Brian 啊，妈咪暂时不能跟你一起生活，这段期间。我知道，你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你去吧，我会听爸爸的话。你会怪妈咪吗？爸爸告诉我，小孩子会做错事，大人也会做错事。妈咪会原谅我，我当然也会原谅妈咪。妈咪，你不要哭。妈咪哭不是因为难过，是因为看到 Brian 太开心了。那你走了以后，我可以想你吗？为什么不可以？妈咪也会很想 Brian 的。听爸爸的话，要吃饭，做功课，要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的。妈咪也要开开心心的。谢谢你。最重要的是孩子开心。Brian 说他那天还没有吃炸鸡，哼。就算